当地时间22号，2024年度美菲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在菲律宾武装部队总部阿奎纳尔多军营开幕。演习将首次在菲律宾领海以外的所谓专属经济区海域进行，项目包括模拟夺回被敌方占领的岛屿。中国外交部早前曾提醒菲方应清醒意识到，拉拢南海地区以外的国家在南海炫耀武力并煽动对抗，只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破坏地区稳定。菲律宾军方称，此次军演将持续到5月10号，参演士兵超过16700名，其中包括11000名美军和5000名菲律宾士兵。此外，约150名澳大利亚军事人员和约100名法国海军人员以及菲律宾其他政府机构人员也将参与演习。在开幕式后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肩并肩2024联演美方导演、美军太平洋海军陆战队司令威廉·朱尼表示，联演旨在提高美菲两军的联合作战准备和互操作性。We're no longer focused on just sort of the small-scale unit tactics, techniques, and procedures. They are fundamental, foundational, but we are now focused at the operational level. 自1991年肩并肩联合军演举行以来，今年是首次由法国军队派出一艘小型护卫舰与美菲军舰以及首次加入演习的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在南海进行所谓的联合航行。这次演习被视为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也是首次在菲方领海以外的海域举行军演。演习科目涉及海事安全、航空和导弹防御、导弹攻击及网络防御等方面。项目包括模拟夺回菲律宾最北端被敌方占领的岛屿。据报道，该演习地点位于面向南海的菲律宾巴拉望省西部，靠近中国台湾岛，其中最北端的雅米岛距离台湾仅约140公里。此外，在击沉演习部分，此次演习的击沉目标选定为退役的菲律宾海军补给舰卡里拉亚湖号。资料显示，卡里拉亚湖号原名为拉普拉普号，系中国浙江台州中兴造船厂建造，最初是菲律宾国家石油公司用于油料运输的船只。该船于2014年被捐赠给菲律宾海军，成为菲海军第一艘补给舰。后于2020年退役，可算是菲律宾唯一的中国造海军资产。但对于将其作为靶船并击沉，菲律宾军方坚称此举并非有意为之。菲武装部队发言人巴迪惹上校21号表示，肩并肩联合军演与菲律宾和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紧张关系无关。他将这次军演称作是一项旨在加强防御能力和联盟的年度活动。他还明确表示，此次演习并未与任何特定国家的行动挂钩，它的主要目标是加强参与国之间的集体安全和准备。美菲的这种南海军事演习规模日益的扩大，演习的科目呢日益的实战化，实际上反映的是美国在南海的这种战略的需求，是一种在这个南海问题上遏制中国的这样的一种战略需求，而不是去回应菲律宾的所谓的南海的这种利益的需求。此次肩并肩联演还有另一个重点，后勤演习，包括测试空运美国海军标准6型防空导弹系统的可行性。外界注意到，这是标准6导弹近期第2次亮相美菲联演。本月11号，美国低风武器系统被部署在菲律宾吕宋岛北部，参与为期2周的尖盾24美菲陆军联合演习。此次是这套新型陆基导弹系统首次在第一岛链亮相，每个发射器配备4单元垂直发射系统，能够发射对陆攻击型标准6导弹和战斧巡航导弹。从现在公布的信息来看，此次美国陆军在菲律宾部署低风武器系统是美菲联合演习的一部分。演习结束后，导弹系统会运回美国本土，不会常态化部署在菲律宾。这次千里迢迢前往菲律宾参加演习，是为了验证该导弹系统远程战略机动部署能力，为以后机动部署积累经验。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和菲律宾的海军高层都缺席了此次在中国青岛举行的西太平洋海军论坛。日本海上幕僚长酒井良是因为2架海上自卫队直升机20号晚发生坠机，而临时取消了访华行程。正在青岛召开的第19届西太平洋论坛，共有29个国家高级代表团，180余名外方代表参加，其中20个国家海上防务部门主要领导人参加。
菲律宾是太平洋论坛的成员国之一，不过菲律宾今年没有派出代表参会。中国海军研究院梁威大校22号对媒体回应说，中国作为本届年会的主办国，向所有论坛成员国和观察员国发出邀请，并不清楚菲律宾没有来参会的具体原因。但是我相信，在参会的所有成员国和观察员国的共同努力下，本届年会一定会为增进海上安全合作增进我们成员国、观察员国的相互理解、信任注入很多正能量取得很多成果。